娘，她就是江明辉堂妹的相公。我叫周成。那你一起过来吧。到了会客的正厅，请坐吧。周成在一边坐了下来，张秋云也刚想坐。你站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听明慧说是你把他给推倒了，你大哥还说你动手打了他，你给我解释解释。我是打了他一巴掌，但那是有原因的。他现在怀有身孕，他肚子里的孩子是咱们张家的第一个孩子，也是你哥的第一个孩子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不要跟他起冲突，跟他不和就离他远一点。你看看今天的事儿，要是今天孩子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你爹和你哥都不会饶你。娘，都是江明辉故意阴我的，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诡计，他想用他肚子里的孩子陷害我。那你说说他怎么陷害你了？昨天媒人就来了，被江明辉赶走了。要不是我在路上遇到了周大哥，根本就不知道是他从中搞鬼。我实在是太生气了，我就打了他一巴掌。我要把他做过的龌龊事都告诉爹爹跟大哥，然后他就心虚，说肚子疼，让我过去扶他。我以为他是真的肚子疼，我就过去扶他，然后谁知道他故意狠狠地踩了我一脚，因为太疼了，我就推开他，我没用力，他就故意装摔倒，然后周大哥就及时拽住了他，他根本没事儿。然后他蹲在地上说肚子疼，引导围观的人来骂我。我刚才仔细想了一遍，江明辉做的这一切都是故意的，这是他设的一个局。他的孩子要是出事了，他肯定会怪在我跟周大哥头上，他所有的目的就达到了。娘，这件事情一定要告诉我哥，江明辉能利用他的孩子一次，就一定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，以后他都会利用我们对孩子的重视来拿捏我们。这事儿先放下，等你爹回来再说。然后看向周成，你是特意过来的吗？是。你们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是亲兄弟，我叫周成，家里排行老二，我大哥叫周彪，有一个5岁的儿子。原来你们是亲兄弟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你继续说。10年前，我父亲被抓去做壮丁，至今都没有消息。我们在山里打猎为生，虽然不富裕，但也不缺吃穿。大哥的性格很好，人也善良孝顺，是个很正直的人，孩子也听话懂事，现在跟母亲一起生活。我有个外号叫周阎王，传言并不好听，但是大部分都不是真的，这一点你们可以去周家村打听。如果你们同意这门亲事，我让媒人过来把这门亲事定下来；如果不同意，也可以直接告诉我。周成把家里的情况简单的介绍了一遍。周成人高马大，长相周正，说话稳稳当当，把他想知道的都说了出来，是个真诚的人。他哥能当街从匪徒手里拿回他闺女的财物，人品也绝对过关。唯一不满意的就是他大哥有个孩子，又住在深山里。能说说你大哥的娘子是怎么回事吗？可以，他想要去山外面过好日子。我侄子2岁的时候跟一个收山货的跑了。我没有要问的了，你还有反悔的机会。如果你决定好了，我就同意了。我没问题。后天就是黄道吉日，就让媒人后天过来吧。好，那就后天。周成站了起来，对张母施了一礼。我还要早些回去，就不打扰了。留下来吃了饭再走。是啊，周大哥，留下来吃顿饭吧。不了，确实还是有重要的事，以后会有机会的。那好，既然你有事儿，那我们也就不挽留了。秋云，去拿些豆腐，让他们带回去尝尝。张秋云把周成送到大门口，等他走远了才回来，开心的跑到母亲跟前。娘，你真好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只希望你不要后悔。娘，我不会后悔的。哎，都是我把你给惯坏了，让你任性妄为，做出那样逆天的事来，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留，否则说破天我都不能同意这门婚事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幸福的，一定会如你所愿的。对了，江明慧的事情，你暂时不要跟你哥说。为什么？不让哥知道，那江明慧会越来越嚣张的。他现在动了胎气，郎中不是说了他不能下床，不能情绪激动吗？你哥那性子就是个暴脾气，他能忍吗？可是这2天媒人就会过来，他要是知道了，肯定又会背后使手段。我不想再节外生枝了。这件事儿啊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有了解决办法。他在这里呀，翻不出浪花。呀，快跟我说说。张秋云很好奇，张母附在他耳边小声的说了一遍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过去。好，待会儿要是你哥也在呀，他说你什么你都不要理他。好，我都听娘的。张成文从郎中那里拿来了保胎药，给江明慧服了下去。你好好躺着，有事儿就喊我，我不在的话就喊我娘跟秋云，你自己不要下床了。我都听你的。成文，你对我真好。你是我娘子，我不对你好谁对你好？好好保胎，给我生个大胖小子，以后啊，你就是这个家的当家主母，我会对你更好的。江明慧脸上带着笑，心里却没有一点安全感。张成文的性格他了解，虽然有些不务正业，喜欢喝酒还爱玩，但是他是个极其要面子的人。要是张成文知道他的秘密，他不确定张成文会怎么对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伯母跟张秋云走了进来。张成文看到妹妹张秋云，幸亏我儿子没事儿，要不然我非揍你不可。成文，秋云都来看我了，你就不要再怪他了，孩子不是没事吗？
陈文，出去看着豆腐摊子，我跟明慧说说话。张晨文走了之后，张母在江明慧床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。娘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孩子也没事，我已经原谅秋云了，道歉的事就算了吧。江明慧，你没事儿吧？你脑子被驴踢了吧？凭什么给你道歉？谁给你的自信？江明慧被张秋云对得脸通红，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。她把询问的目光看向婆母。娘，怎么了？你怎么这样看着我？江明慧，今天你拿我孙子冒险，我可也不追究，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。娘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怎么可能拿我自己的孩子冒险呢？你不能光听秋云的一面之词，要不是秋云给了我一巴掌，然后使劲把我推了出去，又幸好被人拉了一把，要不然我的孩子就真的没了。那你怎么不说我为什么打你巴掌，为什么推你啊？我那样做是为了你好，你是被爹娘宠爱着长大的，过惯了好日子，你根本不适应山里的生活。我是从山里出来的，每天一睁眼就想着一日三餐，每天都要去山上捡柴火挖野菜，每天清汤寡水，有时候饿得睡不着觉。还有山里的男人粗鲁，性格鲁莽，不高兴还会打人，嫁进山里就是火坑。虽然你不喜欢我，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你跳进火坑，所以才把媒人赶走的。江明慧，你真的是为了我吗？当然，要不然我为什么要吃力不讨好？还不是因为你是我小姑子，我更多的还是为爹娘着想，他们也不愿意你嫁进山里，想见你一面都不容易。江明慧，你非要我把你的真正目的说出来，你才能撕下你这张让人恶心的面具吗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江明慧，你不用在这强词夺理，你欺骗我儿子，做局给他下套，让他心甘情愿的跟你堂妹退亲，把你给娶了进来，这些我早就知道了。之所以没有告诉陈文，是因为你怀了我们张家的骨肉，我本打算着只要你好好的跟陈文过日子，这些事儿我也不打算追究。但是你今日拿我孙子的性命来达到你自己的目的，我可不能忍。婆母，我没有。江明慧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你欺骗陈文，你带他看的根本就不是你的堂妹，你让我儿子看到的是一个半张脸都是红色胎记的女人。江明慧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你们怎么会知道的？是我好奇，我哥为什么要退婚，跟你搞在一起。我哥告诉我，你堂妹是一个半张脸都是红色胎记的丑八怪，是你带着她偷看的。可我见过你堂妹，她脸上根本就没有胎记，而且是个十足的大美人，10个你都比不上她一个，所以我就知道了你的这个秘密。张秋云的话就像是晴天霹雳，直接把江明慧打回了原形，她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。张秋云跟母亲就这样看着江明慧，半晌她才从崩溃中缓过神来，起身跪在婆母面前，泪眼朦胧的祈求：娘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看在我肚子里孩子的份上，给我一个机会，不要把这件事告诉陈文，他要是知道我用这种方式欺骗了他，会把我休了的。我已经得罪了娘家，他们也不会收留我，我就只能死路一条了。你既然知道错了，这个机会我给你，日后把孩子生下来，老老实实的在家相夫教子，跟陈文好好的过日子，收拾起那些龌龊的心思。这件事儿我跟秋云会一直替你瞒着，但是日后若是再让我发现你背地里作妖，不要说告诉陈文，我第一个就把你赶出去。娘，谢谢你给我机会，日后我一定好好做人，跟陈文好好过日子，把孩子养大成人，为张家传宗接代。起来吧。江明慧抹掉脸上的眼泪，从地上站了起来。希望你能好自为之，记住你自己说的话，我们走。娘，你慢走。张秋云跟母亲2个人出了房间。娘，你说他是真心服软了吗？不管他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从现在开始他都要夹起尾巴做人。相信他没有胆子继续作妖，除非他想被赶出家门。娘，还是您厉害，只用一招就制服了他。周彪的婚事8、9不离10了，周成的心情异常的好。要是家里人知道这个好消息，一定都会开心的。他去买了2根小宝跟姜瓷都爱吃的糖葫芦，去糕点房买了一些糕点，然后往西门镇的出口走。路上的行人很多，突然那种被人偷窥的感觉又来了。他停下脚步，猛地回头，后面行人来来往往，他没有发现有任何的异常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这种感觉很不舒服，好像自己在危险之中，自己却不知道危险来自何处。他抬脚继续往前走，一直也在观察周围的情况，跟上一次一样，这种感觉在他出了西门镇，路上行人稀少之后，那种被人注视的感觉才消失。周成百思不得其解。1个时辰之后，周成回到周家村，大步来到家门口，竟然发现家里的木门上了锁。大中午的不在家，人都不知道去哪里。想到在西门镇
被人窥探的感觉，他心里升起一丝不安。或许他们去山里找菌菇了。他回头大步出了村口，就看到不远处那熟悉的几个身影。周成紧张的心才彻底放松下来，他快步迎了上去。他们也都看到了周成。二叔回来了。这么热的天儿，这个时候出来不怕中暑吗？我回来看到你们不在家，找了一圈都说没看到你们，把我吓了一跳，我还以为你们出事了呢。你别生气了，这事都怪我。我想做冰块，大哥带我们出来找消食。消食？那是什么东西？那就是这个。周彪把背篓放在地上，背篓里有一个坛子，打开来，里面跟血一样的东西。用这个东西可以治冰？可以的，我看别人做过，但是我自己没有做过，所以我想试试。如果成功了，不仅自家能用，还可以拿去集市上卖呢，还能赚钱呢。那好，咱们现在就回家试试。要是真的成功了，我和大哥就不用进山打猎了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阿成，你去镇上有没有消息？李氏心里还惦记着周彪的婚事，周成差点把这事儿给忘了。他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那个江明慧真是太坏了，婚事你提了吗？我直接找张秋云的母亲提了这门婚事，她答应了。后天是黄道节日，让咱们找媒人过去说亲呢。太好了，他们张家是通情达理的人家。然后看向周彪，人家姑娘这么对你，以后她过门了，你一定要好好待人家。周彪也没有想到会这么顺利，他还以为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，他觉得无所谓。事情既然成了，他心里莫名有了压力。周彪，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。姜慈也很高兴，一回到家，孔母就去灶房做午饭。周彪跟周成两兄弟还有小宝三个男人好奇地等着看姜慈制作冰块。姜慈去灶房找了一个大的陶罐，一个小陶碗，把小的陶碗放在大的陶罐里，在小的陶碗里放了一碗山泉水，再往大陶罐里加水，水不要漫过陶碗的平眼，然后按照1:1的比例往大陶罐里加消食，用筷子进行搅拌。这真的能结冰吗？嘘，不要说话。说话不会对结冰有任何影响的。差点憋死我！结冰是缓慢的，最快半个小时，最慢也要几个时辰的，没有那么快。三个人都没有离开，坐下来，眼睛都盯着陶罐里的碗。姜慈不管他们，直接去了灶房。娘，您出来凉快凉快，我来。你不是在制冰吗？做好啦？做好了，等一会儿才能看到结果。那你去看着，这里热死了，用不着你，快出去，别待在这里了。就在这时，你看上面一层好像真的结冰了。阿慈，快过来瞧瞧。快去瞧瞧。姜慈知道一定会结冰，只是时间问题。他来到桌子跟前，这是什么原理啊？消食加水就能让碗里的水变成冰？消食溶解吸热，会使周围的温度骤降，达到0度以下。陶碗里的泉水因为热量被带走了，碗里的水就会逐渐的结冰。原来是这样，发明这个制冰术的人真是个有才能的人。你们姜家寨真有能人啊！姜慈只能笑笑，哪里有什么姜家寨的能人，不过是他上一世学过的知识，他没法解释。李氏做好了饭也过来看，看到上面结的冰，也觉得十分的神奇。这要什么时候才能结成冰块？天黑之前结成冰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就放在一边，咱们先吃饭。糙米粥、糙米饼子，清炖各种菌菇，因为用的是野猪膘炼制的猪油，炖出来的菌菇味道异常的鲜美。吃完了饭，李氏把自己收拾干净，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。我去媒人家看看，这种事情得提前跟人家说，如果媒人后天去不了，我也能重新找媒人。约定好的事不能耽搁。老大，你跟我一起去换身衣服。娘，媒人家离咱们也不远，你自己去吧，我不想去。媒人家是不远，要是他后天没时间，我还要去另一个地方找媒人，距离有点远，你能放心我一个人去吗？那好吧，你要是一下子把话说完，我也不会说不去。我这衣服干干净净的，就不用换了。唉，不换就不换，看好小宝，我跟你哥事情办完了就回来，不会耽误太多时间的。小婶婶，咱们快去看看结冰了没有？好，婶婶带你去看。我们一起去看。三个人一起来到陶罐旁，结冰的速度超出了预期，碗里的水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冰。成功了！小婶婶，你做的冰能吃吗？当然能啦，但是这样不好吃，我给你做个水果捞。婶婶，什么叫水果捞？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姜慈看向周成，昨天咱们从山上带回来的桃子，你多洗几个。姜慈把碗里的冰用刀砸碎了，周成把洗好的桃子拿来，姜慈把桃子切成小块放在碗里，舀了一大勺野生蜂蜜放在冰里，最后把蜂蜜在碗里搅拌开来，就做成了简易的水果捞。姜慈吃了一口，酸甜冰凉，十分爽口。周小宝的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，还不断的咽着口水，看着姜慈把碗里的水果捞分成3份，小馋猫口水都流下来了，快吃吧。周小宝用木质的勺子连冰带果肉吃在嘴里，眼睛都亮了，小嘴巴嘎吱嘎吱的嚼得嘎嘣脆。小宝，好吃吗？好吃。二叔，你也吃。你自己吃，二叔跟婶婶吃一份。婶婶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
喏，你尝尝看。周成有些不好意思，但还是张口吃了。怎么样？很好啊。姜慈舀了一勺，放进自己嘴里。天热的时候吃这个，浑身都舒畅。周成心里美美的。姜慈跟他共用一个勺子，他一点都不嫌弃自己。姜慈吃了2口，觉得有些太凉了，把碗推给周成：“你都给吃了吧？”“不吃，你吃吧。”“我不能吃太多冰的东西啊，会影响我的月事。”“什么是月事啊？”“你不懂就算了，反正就是女子吃太多凉的不好。”“你这样说，那我就知道了。”周成把碗里的水果捞都吃完了，喝完最后一口果汁。吃了这个都不觉得热了，这要是弄到镇子上去卖，应该肯定会有不少人买的。做这种水果捞自己吃吃还行，当做营生成本太大了，卖太贵别人也不会买，卖的便宜了呢，自己也不赚钱，倒不如直接卖冰来的划算。硝石在山里很容易得到的，水也不用花钱，直接做成大冰块，不需要成本啊，绝对是1本万利的好营生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只是这冰运出去有些困难，需要运送货物的马车。镇上马的价格我以前问过，一匹普通的马也要15两银子呢，好一点的20两往上，优等马呀要30两往上呢。一辆板车最少也要10两，就算我们都买最便宜的，那也要25两银子呢。我娘手里应该有60、70两的银子，拿出25两，剩余的给大哥娶亲应该是够了。等娘跟大哥回来了，我们跟他们商量商量，看看能不能把马车给买了。还是买牛吧，牛比马更适合在山路上行走，不仅可以拉车，还可以耕地。等到了9月份，我还要做桃枝插活，有牛耕地开荒，你跟大哥都会轻松很多。你说的也对，那就听你的，买头牛拉车。姜慈把桌子给擦干净，周成端起陶罐，这水不能用了，我去给倒掉。不能倒掉，放在太阳底下暴晒，水分蒸发之后，水里面的硝石还能继续使用，倒掉就浪费了。这样也可以啊？当然了，你就放在窗台下，什么都不用管。周成听话的把陶罐拿出去，放在窗户底下。1个时辰之后，李氏跟周彪2个人从媒人家回来了。娘，事情办成了吗？办成了，媒人答应后天再跑一趟，今晚我就能安心睡觉了。祖母爷，婶婶用冰和桃子做了水果捞，可好吃了。婶婶给你们留了一碗，你们快去尝尝。成功了，我去看看。我也去瞧瞧。他们看的碗里只剩下果肉跟汤汁儿。你们回来晚了，冰块已经化完了，不过不影响食用，尝尝吧。周彪跟李氏一人尝了一口，都被这冰凉酸爽的口感震惊到了。真不错，天热喝一口透心凉，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口味，怎么做的？用碎冰、桃肉加蜂蜜搅拌在一起，连着碎冰一起吃，口味会更好。你这丫头总是有这些新奇的想法，你让我做，我怎么也不可能想到要把这3样东西放在一起。不过是个消暑的好东西。李氏一连吃了2口，剩下的都给周彪了。周成就跟他们提了在家里制冰，拿去西门镇售卖的事儿。周彪第一个赞同，我觉得也不错，只是你们怎么把冰运出去？总不能你们兄弟2个扛着出去吧？我觉得应该买一辆拉货的牛车，不仅可以拉货，牛也可以开荒地帮家里干活。我赞同，娘，我觉得二弟的想法不错，我一直都想买头牛回来开荒的，这样一举两得了。你们都同意，我也没问题，只是你现在说亲，还不知道女方会提什么条件，家里有多少钱，你们都清楚。要不等后天没人从西门镇回来，看看女方家怎么说，然后再买牛车，你们觉得如何？你们呐，还真是个有福气的人家。之前我以为张家有钱，眼睛长在头顶上，没想到是如此通情达理的人家，对我客客气气的。那姑娘啊，也热情，长得水灵灵的，还有礼貌，特别招人喜欢。周彪有儿子，人家也不在乎，还说过来会把孩子当成自己亲生的来养活。一个姑娘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真心不容易呀，也能从侧面证明她是真心想嫁过来过日子。这样的好姑娘可千万不能辜负，日后嫁过来可一定要好好的对人家。这个你放心，我家俩儿子别的不说，在这方面我老婆子是绝对可以保证的。您说这话我相信。你家阿成啊，就是我去说的媒。原先我看阿慈的时候，她就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可怜丫头，说话都不敢抬头看人。你瞧瞧现在，这才不到1个月，整个人呐都圆润了，脸色红润，大方美丽，就像是换了一个人。你们要是对她不好，她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变化。所以呀，我也能有底气跟他们保证。婶儿，也要谢您去说媒，让我脱离苦海，嫁到这么好的人家。这也是你们自己修来的福气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有福的人家会招来有福气的好媳妇儿。到底是说媒的，说出来的话听着就让人高兴。阿彪的生辰八字跟张家姑娘的八字合了吗？正好今日是吉日，对方做好了准备。我把阿成的生辰八字拿出来之后呀，他们就让人合了八字。他们的八字很合，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可以白头偕老，子孙满堂。下个月的8月19那一日是6合，金玉良缘日，大吉。你们如果没有意见，婚期就定在下个月8月19。
我们没问题，张家对我们还有什么条件？要不说你们家有福气呢，人家唯一的条件呢，就是你们能对人家姑娘好，不要让她受委屈，其他的都不重要，一切按照你们这边的流程来就行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给准备了嫁妆。媒人走了之后，李氏对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周彪表示不满。媒人说的话你都听到了，你能遇到这么通情达理的一家人，是咱们家的福气。你们的八字很合，会白头偕老，子孙满堂，绝对不会像你之前的那位一样。所以你要敞开心扉，接纳人家姑娘，好好的跟人家过日子。你听到了吗？我知道了，娘。还有20多天的时间，还要把你住的房子重新收拾一遍，房间里的东西能换的都给换了，让上次那个老木匠来给你做。然后看向姜慈，我岁数大了，没有体力出山，你大哥屋子需要的东西就需要你费心了。明日跟阿成去一趟西门镇，你眼光好，多帮忙挑挑。如果你屋子里缺什么，看到喜欢的了，也可以添置。娘，没问题。明日我跟大哥一起去。你哥在家里还有事情要做，你就带阿慈去，带他出去转转，也不会太无聊。让他帮忙挑选结婚用品，我也放心。你跟你大哥能有什么眼光？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？不要瞒着我们。没有，是捣乱，外头不安全。您需要买什么跟我说一下，我可以的。没事的，之前我跟你去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吗？大街上姑娘有很多呀，你要是实在担心啊，我女扮男装嘛。我在家里实在也无聊，想出去转转，你就带我去呗。是啊，实在不行让你大哥跟你们一起去，这样你总能放心了吧？二弟，那我就跟你们一起去，我们2个还保护不了弟妹一个人吗？咱们顺便再去看看牛车，如果价格合适就给买回来。娘以后想出山去镇上，也不用担心走不了路了。这里有30两银子，牛车不着急，价格合适再买。阿慈，你缺什么东西，或者看上了什么，尽管买。还是给大哥吧，钱放在我身上不安全。我爱丢钱，你拿着，我们保护你，钱在你身上更安全。大哥说的对，这不是一笔小钱，你拿着我们更放心。周成都这样说了，姜慈要是再推辞，就有点太矫情了。他把钱给收下了。娘，你还有事吗？没事的话，我跟二弟出去一趟。没事啦，你们去吧。周成不明白大哥叫他出去做什么，也没问，就跟着他去了他的房间。大哥，你带我来你的房间做什么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？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问啊？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你这个人有事挂在脸上，瞒不了我。咱们是兄弟，有事你一定先跟哥说，不要瞒着我。你既然问了，那我也不瞒你。最近有2次我去西门镇，都感觉有人在跟踪我，但是我没有发现跟踪我的人。奇怪的是，走出西门镇的牌坊，那种被人跟踪的感觉就没有了。会不会是你的错觉啊？第一次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以为是错觉，但是前日我又感觉到了，这绝对不是错觉，就是有人在暗中盯着我，可是我却发现不了。你去卖野物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呢？或者跟什么人有过节？没有，我每次去卖货都不用我吆喝，直接就有人过来买走了，我们之间不会产生任何的过节。卖完山货我就回家了，也不结交什么朋友啊。这些年来我都是独来独往，你问的那些问题应该是不存在的呀。那就怪了，如果你没有得罪过人，也没有跟人有过节，怎么会有人跟踪你呢？难道有其他的目的？难道是贼人看到你经常卖山货，认为你有钱，跟踪你就是想打劫你？不，如果真的是小毛贼跟踪我的话，我不可能发现不了啊。我这么多年进山打猎的经验告诉我，这背后盯着我的人呐，绝对不是一般人。怪不得你不说，要是咱娘跟弟妹知道了，饭都吃不下。既然这么危险，还是让弟妹留在家里吧，明日咱们一起去。都说好了，如果不让他去的话，不仅他会怀疑，咱娘也会怀疑啊。再说了，你结婚还有东西要准备，咱俩确实干不了。西门镇上人来人往，就算他们要做什么，也绝对不会在西门镇上动手啊。有咱们2个在，他不会有问题的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明日咱们身上带个防身的家伙。李氏把需要的东西给姜慈列了一个清单，让他明日去镇上就按照清单上的东西买。姜慈从婆母房间出来，没有看到周成跟大哥。小宝，看到你爹跟二叔了没有？二叔跟我爹爹去屋里说话了。今日周成不让他去西门镇，他就觉得有些奇怪。现在兄弟2个又神神秘秘躲在屋里说悄悄话，姜慈的好奇心又犯了，他想过去听听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。还没走到门前，周成跟周彪就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娘给我列了一个清单，都是明天要买的东西，我拿过来给你们瞧瞧。这么多？不多，都是要用到的东西。还是弟妹给我收着吧，我看缸里没有多少水了，我去挑水。姜慈看向周成，我脸上有东西吗？你跟我来。周成跟着他来到房间，从身后抱住了他。娘子，你生气了？我没生气，你松开我，我有话要问你。周成没有放开他，而是把他转了一个圈，面对面把他搂在怀里。你说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直觉。周成笑了，低头精准，一口咬住他那张娇嫩的唇。你是属狗的吗？嘴巴都被你咬肿了。我就是属狗的，你要是再胡思乱想，你信不信我咬你啊？我不胡思乱想了。今晚跟
看我怎么惩罚你。你敢？你尽敢怀疑我的实力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展示给你看？哎呀，你不要闹了，娘还在外面呢，丢不丢人呢？没事儿，这床结实，怎么折腾都不会有动静的，娘听不到。好了好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挑衅你了。周成这才笑着放开姜瓷，坐在了床上，把娇小的姜瓷从床上捞了起来，坐在了自己的腿上，抱着她。你是我娘子，天塌下来有我顶着，只要你每天开开心心的，那就是我最开心的事儿。你是我相公，有事情我愿意跟你一起分担，我不愿意你自己顶着，我想跟你一起顶着，我不想让你太辛苦。娘子，你真好，有你我这辈子足矣。周成拿着斧头在院子里劈柴，婆母坐在灶房前摘野菜，姜瓷上前帮忙。阿慈，你的嘴巴好像肿了，可能被蚊子叮了。山里的蚊子毒性大，你跟我来，我给你消消毒。不用了，等一会儿就好了。走吧，肿着多难受啊！李氏拉着他去了房间，从桌子上拿出一个黑乎乎的瓷瓶，从里面倒出黑乎乎的液体，涂抹在他的嘴唇上。娘，什么东西啊？好苦啊！没事，这是找郎中专门配制的药，活血化瘀，效果很好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姜瓷跟李氏从房间里出来。你怎么了？嘴巴上是什么东西啊？阿慈的嘴巴被蚊子咬肿了，你也不过来拿药给他涂抹。娘子，你没事吧？周成忍不住笑了。吃完了饭，天已经暗下来了，梳洗完毕，天也就黑了。进屋的时候，周成已经坐在了床上。还不过来？你别想勾引我啊！明日去西门镇，还要走那么多的路，我吃不消。你想多了，我叫你过来睡觉，又没说做什么。过来，你是想让我把你抱过来吗？不用，我自己过去。姜瓷扭扭捏捏的上了床，周成伸手把他捞了过去，反身把他压在了身下。咱们今晚不关灯。周成低声在他耳边诱吼，姜瓷从来没有尝试过，他有些难为情。还没有等他回答，周成的吻便堵住他还未说出口的话。凉风习习，虫鸣阵阵，在夏季的夜晚谱写一曲优美的乐章。姜瓷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了，他醒过来的时候，窗外的天已经亮了，旁边已经不见了周成的身影。他伸了个懒腰，缓解了身体的疲软。回想昨晚，他都觉得有些疯狂。正想着，门被推开，周成端着木盆走了进来。娘子，起床了，今天还要去西门镇呢。知道今日去西门镇，你还折腾我？哎呀，都是为父的不是，让娘子受苦了，下次我一定注意。姜瓷坐了起来，我才不信呢。姜瓷穿好了衣服，洗漱完毕，去正厅吃了早饭，带上婆母给他的清单和银钱，跟着周成、周彪两兄弟出发了。是不是这次去西门镇有危险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看你们今天都带了刀。前两次，一次遇到野猪，一次遇到狼群，带刀在身上，那不是为了安全吗？这个解释很合理，姜瓷也只能相信。休息了一会儿，三个人继续上路。咱们下午去牛市看看，晚了好牛都被人买走了。周成跟姜瓷都同意了，三个人一起去牛市。跟着我们不要乱走，这里不仅有贩卖畜生的，还有些不怀好意的人专门贩卖人口。听到贩卖人口，姜瓷心里有些怕了。姜瓷紧紧地跟在周成身边。哎呀，也无需太过紧张了，只要不离开我的视线范围就好。姜瓷听话的点点头，转了一圈。周成跟周彪两兄弟站在了一头灰色的牛前，这头牛跟前还有3、4个人在看。听那个牛贩子对这头牛的介绍，姜瓷也觉得这头牛不错。那个牛贩子还介绍说，这还是一头不到1岁的牛犊子。二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很不错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你瞧，他那4条腿，拉车干活绝对是把好手，难得见到这么好的品种啊。那牛贩子介绍完牛之后，有人问价格，牛贩子伸出3根手指，30两。啊，你这也太贵了，这种价格你是卖不出去的。是你们不识货，遇到识货的他还嫌我卖的便宜了呢。哎呀，不说别的，我出20两，你把这头牛卖给我。小伙子，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，不卖。之后有人加价，一直加到25两，就没人再继续往下加了。有意向买牛的人见价格降不下来，30两又太贵，超出他们心理预期的价格，陆陆续续的离开了。这牛真好，我看上了，30两值。二弟，你觉得呢？我也觉得不错，但是我没有钱。弟妹，你觉得怎样？这牛无论是体型还是精神状态都不错，最重要的是它还是一头小母牛，以后下了小牛还能卖钱呢。对对对，还是弟妹有眼光。阿成，你觉得如何？不错，是头好牛，钱在你手里，最终的决定权在你。但是如果你把钱买了牛，那娘让你办的事情恐怕就办不成了。这个不是问题，大哥结婚还有20多天呢，需要买的东西，就算这次不买，不是还有下回吗？这么好的牛，可遇不可求，今日能遇上，可不代表明日还有。要是被识货之人买走了，岂不后悔？现在把牛车先给买了，我们回去治兵就能拿到集市上卖了呀，咱们就能赚钱了呀。弟妹分析的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二弟要是也同意了，那咱们今日就把这头牛给拿下吧。你的意见呢？我都听你的。好，咱们都同意了，那今日就把这头牛给拿下，我要让他把价格再往下降一降。刚才那么多人讲价都没讲下来，你能讲下来吗？你有把握吗？
刚才那么多人围观出价格，他总觉得有人能出到令他满意的价格，但是他的期待太高了，生意没做成。其实他心里是有些懊悔的，毕竟咱们这里啊只是一个小镇子，能出得起30两银子的人并不多。你看他现在周边都没有人围观了，只要咱们过去把价格往上抬一抬，即便没能到他的心理预期，他也就能卖了。有道理，那你去试试吧。姜慈来到那头牛跟前，围着转了一圈。你这牛是好牛，就是价格确实太贵了，咱们这个小镇子真的没有几个人能出得起30两银子买你一头牛的。那姑娘的意思是，您要是诚心想卖的话，我给你再加1两银子，26两，您觉得如何？我是诚心想卖，但是我瞧着姑娘不是诚心想买呀。别说26两，就是您再加2两，我都不卖。您要是诚心想买，我让您1两，29两。还真降价了。别急，这不是最终价格，我觉得应该还能降下来1两，最后28两成交。29也太高了，我买不起。在我原来给你的价格基础上，最多能给你再加1两，已经是我的上限了。你不卖的话，我也只能放弃了。28两，这是我能给你的最低的价格了。如果你觉得合适，就把牛牵走。大哥，阿成，你们觉得呢？可以成交。大哥周彪也点头赞同，我家里人都觉得合适，那我就不跟你继续讲价了。28两成交。姜慈拿出钱袋子，把银子给了那个牛贩子。你是个做买卖的好料子，如果做买卖，一定是一把好手。您过奖了。周彪看了一眼周成，还真被你给猜对了，真是28两拿下。我做了这么多年买卖，这都是经验。周彪开心的合不拢嘴，走到那头牛跟前，伸手摸了摸那牛油光水亮的皮毛和那紧实的肌肉。这牛我牵走了，现在它是你们的了，牵走吧，我也该回家了。走，接下来咱们去看套牛的车。周成说完，拉着姜慈的手就走。大庭广众之下，周成牵他的手还是第一次，他觉得很歉意。跟着周成走在路上，每一个从他们身边经过的人，无一例外都会朝他们投来异样的目光，还有很多人对他们指指点点。这些人有病吧？难道没见过相公牵着娘子的手吗？真是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忽的，他听到有人议论：这2个公子长得多好呀，只可惜竟然有断袖之癖。姜慈这才恍然大悟，他今日是翩翩小公子的装扮。哎，你快松开，别人都说闲话了。嘴巴长在别人身上，他们爱说什么随便说，你不用放心上。你不怕别人说你是断袖啊？不怕，我只在意你的安全。瞧瞧那么多人，你要是一不小心跟我们走散了，多危险呀！周成牵着牛在前面走，他警惕地看着周围，后面小夫妻之间的谈话也一字不落地落进了他的耳朵里。他心里是很羡慕的，头一次他的脑海里出现了张秋云的身影。那姑娘虽然有点虎，但是也挺可爱的。想着想着，嘴角不知不觉地扬了起来，来到了专门定做牛车的作坊。作坊门口有2个做好的成品，是用来做展示的。这2个是我们做好的样品，我们作坊专门接定做，你们需要什么尺寸的，我们就能给你做出什么尺寸的。我们不定做，直接想要你这个样品，多少银钱？这个是样品专门用来展示的，您跟我们定做也是一样的，顶多不会超过7日就能赶制出来。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，等着用呢。好吧，那就卖给你10两银子。10两有点贵啊，能便宜点吗？这是样品，我都按照定制的价格给你的，我们这是手艺活，不讲价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价格很合适。姜慈付了银钱，掌柜的帮忙把车套在了牛身上，钱袋子里还剩下2两银子。根据婆母给他的清单，姜慈挑选着买了象征财富和丰衣足食的斗，象征子孙兴旺的尺，象征生活圆满的镜子，象征剪断烦恼迎接幸福的剪刀，12斤的糯米，3斤2两的砂糖，给新娘做汤圆，寓意圆满，还有茶叶、芝麻酒、龙凤、红烛、红纸等等。已经到了中午，3个人去吃了碗面，然后就去了老木匠的家里。老木匠家里还有活，要3日后才能有时间。姜慈手里还剩下最后100文，给老木匠当做定金，然后就离开了老木匠的家。周彪跟周成2兄弟都坐在车头的位置，周彪赶着牛车，姜慈坐在了牛车上。大哥，去西门豆腐坊，这个时候应该是张秋云在卖豆腐，跟他打声招呼。你怎么知道一定是他在卖豆腐？他嫂子江明慧在家里养胎呢，现在是他在卖豆腐，非要去不可吗？我觉得这个时候见面不太好啊。没什么不好的，我未来的嫂子也想见你，正好经过打个招呼，很正常。周彪远远的就看到站在豆腐摊前卖豆腐的张秋云，她笑颜如花，年轻的就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骨朵，娇俏可人。周彪感觉自己的心莫名其妙的慢了半拍，他觉得自己很可笑，都一大把年纪了，又不是没有经历过，竟然还有些紧张。张秋云送走了最后一位顾客，坐下来休息，一抬头就看到一辆牛车在他的摊位前停了下来。当他看到坐在牛车上的人时，他的眼睛都亮了，跑到周彪跟前：你怎么来了？师弟妹说要过来跟你打声招呼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太激动了，都没看到你们。周成跟姜慈从车上下来，你的眼里都是我大哥，哪里还能看到我们啊？你好，我叫阿慈，我们正式认识一下。你好，我叫张秋云。
你比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更好看了，我对你一直记忆犹新，因为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人。被你这样一夸，我能开心一整天。阿慈，你真幽默。哦，对了，你们还没吃饭吧？走，跟我回家，吃了饭再走呀。不用了，我们吃过了。这次过来就是想跟你打声招呼，彼此认识一下。不久之后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很期待能跟你成为一家人。阿慈，你真好。给我称2斤豆腐。有顾客来买豆腐啊，不卖了。做生意要紧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好吧，那我也不留你们了。周大哥，路上小心。我知道了，你也不要太劳累。我都听你的。哦，对了，你还是要多注意江明慧。凭我对他的了解，他知道你跟大哥定亲的事儿，肯定还会有小动作的。你放心吧，他有把柄在我跟我娘手里，而且我娘呀已经提前找过他了，直接警告他，如果再敢作妖，那就直接把他赶出去。那就行，但是也不能大意了，他那个人我太了解了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。我知道。我们走了，再见。姜慈笑着跟他挥手，目送他们离开。张秋云心里还在想周彪跟他说的话，忍不住站在原地傻笑。哎，你这豆腐还卖不卖了？不卖的话我就走了。哎，卖。说完，直接切了2块豆腐给他，称了一下，3斤。我要2斤就行，3斤太多了。你给我2斤的钱就行了，今儿给我高兴，多出的1斤我送您的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嘿呦，你这姑娘可真好。心里却在说，这姑娘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？这样做生意还不得亏死啊？赶紧付了2斤豆腐的钱，怕他反应过来反悔，拿着豆腐飞快地跑了。从早上就出去的大哥回来了，已到张秋云的面前。转了1个上午了，看了好几家房子，最后还真被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，但院子家具齐全，房子的主人去京都跟儿子生活了，以后都不会回来，就把院子挂出来卖了。等会儿我带你去看看。哥，谢谢你。谢我做什么？又不是我花钱给你买，我去把这事儿告诉娘，让她等会儿一起去看看。你们要是都觉得合适，那就直接买下来。说完就进了院子。张母听他说房子找到了，很满意。你终于做了一件靠谱的事儿了。现在呀，我没时间，等我把秋云的被子缝好了再过去。娘，这时间还早呢，嫁妆可以慢慢准备，您别累着了。我没事儿，再等半个时辰就差不多了。你去了大半日了，先去歇歇，我好了就叫你。张晨文从母亲的房间里出来，去了他自己的屋子。晨文，一早上都不见你人影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去找房子了。你去找房子做什么？秋云的婆家不是在山里吗？她从小在家里娇生惯养着长大的，去山里肯定住不习惯。爹娘就想着给她在镇上买一套房子，如果在山里住的不习惯，可以直接搬到镇上来住，这样我们也就不用担心她过得不好了。江明慧一听，公婆竟然还想给秋云陪嫁一套房子。张家开豆腐坊，公婆手里是有些银钱的，可那些银钱家产应该是留给儿子和孙子的。公婆给小姑子买房子，就相当于分了家里的一半财产，凭什么？最让他担心的是，日后小姑子跟姜慈成了一家人，在深山里出不来，张晨文能见到姜慈的几率不大。但是如果小姑子在这边有房子了，姜慈不可能不来，那他们碰到的几率就会更大了。房子找到了？找着了，是一个带院子的房子。房子的主人他儿子有出息，做买卖在京都置了宅子，把家都搬过去了，这里的房子就挂出来卖了。你是没看到那个院子是真好，院子大，房间也多，家里什么都有，都不需要重新置办家具，直接就能住进去。等会儿就带秋云和娘一起去瞧瞧。只可惜你现在不能下床，要不然还能跟我们一起去看看，我敢保证你一定也会喜欢的。那么好的房子应该有不少钱吧？是不少钱呢，要100两白银，但是相对于那个房子，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了。如果主家不是急着卖呀，最少也得150到200两，咱们是捡了个大便宜。100两，公婆可真大方。100两银子也不是一笔小钱，咱们卖豆腐要卖多久才能赚到这么多钱啊？咱们家开了这么多年的豆腐坊，这点钱算什么？你知道爹娘手里有多少钱吗？卖豆腐是赚钱，但是家里的开销也大呀，购买大豆的钱，卤水需要钱，干活的工人也需要钱，还有家里的开销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钱。就算爹娘开了很多年的豆腐坊，一年也存不下来多少。你是说咱爹娘手里没有多少钱？他们都疼秋云没错，想让他日后的日子能过得更好也没错，但是闺女出嫁了就是别人家的人了，爹娘给他陪嫁的房子最后也成了他夫家的了。爹娘上一次还跟我说家里没什么钱，咱们现在把100两银子花出去，家里肯定也没有多少钱了。我得去问问我娘，看看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银钱。你等等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婆母跟秋云都不喜欢我，你要是反悔了，他们肯定认为是我在你们中间挑拨离间，会更不喜欢我。你不能直接问啊，更不要牵扯到我。好，我知道怎么做。说完就走了。张晨文来到母亲的屋子，不是说让你等半个时辰再过来吗？明慧在睡觉呢，我没事儿过来陪陪你。有什么事儿你就说。
说吧。真没事儿，就是过来陪您说说话。真是难得，想跟我说什么？张晨文扯了一圈有的没的，最后才说道：娘，那套房子要100两银子，这您都不嫌贵。嘿嘿，看来咱家是有不少的银钱吧？你说了这么多，就是来打听家里有多少钱的吧？嘿嘿，我就是问问。你是不是把我们要给你妹妹买房子的事情跟江明慧说了？没有，明慧没说什么。娘，你不要对她有偏见。你呀，不用瞒我，你是我生的，你想干什么，一决定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。他对我们给你妹买房子有意见，就戳乎你过来，想把买房子的事情给搅黄了。娘，你不要那样想他没有那么多心机。是吗？那你过来打听家里有多少银钱做什么？我没打听，就是想问问，毕竟那座宅子也要100两银子呢。那你刚才回来的时候，怎么没嫌那房子贵呢？陈文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不能看表面，看人也是。有人呐，看着像小白兔，实则呀内心邪恶；有人呐，看着像个坏人，实则呀内心纯善。你也不小了，要学会识人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不能都看表面，有些事情啊，眼见不一定为实，要不然呢，吃亏的还是你。今后我跟你爹老了之后，这个家跟豆腐房都要交给你，你将来呀，才是咱们张家的当家人。你过着好日子，难道你就忍心看着你妹妹在大山里吃苦？那肯定不能啊！只要有我一口吃的，我就不会让秋云饿着。只是咱们给秋云买的房子，她嫁人之后就成了婆家的了。我想，如果她在山里住的不习惯，可以住在咱们家呀。她住的屋子给她留着，没必要花那么多钱买来的房子，最后成了她婆家的财产。她成亲之后就是亲戚，来你这里住是寄人篱下，不可能一直住着。她自己有房子，那就是她自己的家，她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，这不一样。我明白了。记住我跟你说的话，遇到任何事情不要听别人说什么，而是要有自己的判断，你明白吗？娘，我知道了。那你现在还想知道家里我跟你爹手里还有多少钱了吗？我现在不想知道了。回去吧。娘，这件事儿你不要跟秋云说。我明白。张晨文走出母亲的房间，去了他跟江明慧的房间。晨文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是不是娘骂你了？没有，以后你只管养胎，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，也不用你管。等一会儿我就带着娘跟秋云一起去看房子。说完就走了，留下一脸懵的江明慧在原地凌乱。到了村口，突然看到家门口围了很多人，觉得事情不妙。出什么事了？周成也看到了，他赶紧从车上跳了下来。家里肯定出事了，我先过去。周成很快就来到了家门口，李氏坐在大门口，哭的眼睛都红肿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阿成啊，小宝不见了，我们到处找了都找不到，小宝就这消失不见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此刻的周彪跟姜慈也来到了家门口。娘，你说什么？小宝怎么会丢了呢？大哥，你先别激动，咱们先弄清楚原因，听娘说说是怎么回事。娘，您别哭了，快跟我们说说小宝是怎么不见的。我今天带小宝去给你宝叔烧倒头纸，我没带他进去，就让他在外面等着我。我烧完了纸，跟人说了几句话，然后就出来了，小宝就不见了。大家跟我一起到房前屋后，把整个周家村都找遍了，就是不见小宝的踪影，他就这么凭空消失了。全村的人应该都去烧纸了，小宝在外面等你的时候，就没人看到他吗？大家烧完纸就回去了，我带小宝过去的时候，也没有几个人，在场的人都没看到。人不可能凭空消失啊，既然不在村子里，那肯定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把孩子给带走了。别有用心？那小宝不是更加危险了？该怎么办？天都这么晚了，小宝胆子小怕黑，他会害怕的。娘，咱们家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呢？我不知道。大哥，你们有没有怀疑的对象？没有。我有。江明辉。除了他，我想不到别人。不，他没有胆子自己做这样的事情。我怀疑江明辉早就回到了江家，江老二还在牢里，江明辉有通缉令在，他哪里也去不了。江明辉也没有帮他们，他们自己又没有能力，他们想用小宝来逼迫我们出钱把江老二从牢里弄出来，把江明辉的通缉令撤了，还江明辉自由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他们会不会伤害小宝啊？娘，您放心，如果真是他们，小宝会很安全，他们不会伤害小宝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阿成，你们兄弟两个现在就去他们家里要人。娘，你别激动，明天他们会主动联系我们的。可是小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，他肯定被吓坏了。现在天也晚了，这个时候过去危险不说，咱们也没有证据，他们不承认，咱们也只会白白跑一趟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了解他们，他们不会对小宝怎么样的，小宝会很安全。真的吗？娘，阿慈说的就是我想说的，小宝不会有事的。回家吧，现在什么也做不了，明天等消息吧。感谢你们帮我们找了大半天，天晚了，都回去吧。村民们听到孩子有了消息，也都陆陆续续的回去了。这个时候，李氏才看到门口还拴着一辆牛车。你们把牛车给买回来了？是一头小母牛，价格也合适，花了28两银子买的。后面的板车花了10两银子，连牛带车花了38两，给了老木匠100文的定金。我们3个吃了3碗面，剩下的银钱都买了清单上的东西了。我知道了，辛苦你了。小宝不会真的有事吧？
我心里不踏实。姜慈搀扶着婆母进了院子。娘，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，没事的。没事就好，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。娘，您回屋里休息，我来做。您一天都没吃饭了吧？我吃不下。吃不下也要吃一点，吃饱了才能有力气跟他们战斗。把婆母送进了房间，天已经暗了下来，让她不要胡思乱想。看着她睡下了，姜慈坐在床上正在愣神。想什么？虽然姜家有很大的嫌疑，但是咱们也不能100%确定就一定是他们。如果不是怎么办？你还有没有其他怀疑的对象？我有件事怕你担心，一直没告诉你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让你跟着我去西门镇吗？姜慈摇摇头。最近有2次我去西门镇，有人跟踪我，这个人很厉害。我明知道有人跟踪，只能感觉到，就是发现不了。这个人也很奇怪，我出了西门镇，被人跟踪的感觉就没有了。所以你今天跟大哥都带了开了刃的砍刀？周成点点头。你有没有得罪的人，或者跟你之间有仇的人？在我的记忆里面没有啊。那就奇怪了，你跟人无冤无仇的，不可能有人跟踪你，是不是你的错觉？不可能。难道是江明辉？不是，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，江明辉还没跟老木匠来我们家里呢。难道你怀疑把小宝带走的可能是这个人？如果不是江家的人做的，那就很有可能是这个人。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迅速把人带走，而又不被人发现的逃离周家村，这个人应该有这个本事。要真是这个人的话，那他掳走小宝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。如果真是那人，那小宝岂不是很危险？这也是我担心的。我对那个人一点都不了解，甚至他的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。别想了，还是江家人的几率更大，小宝不会有事的。到底是谁做的，明天应该就会有结果。但愿如此吧。第二天，李氏天刚蒙蒙亮就起床了。昨天晚上他都在想小宝，一夜没睡，起来把夜壶拿出去倒掉。打开院子木门的时候，从门缝的夹缝处有个东西掉落在了地上，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东西。周彪也起来了，出来就看到他娘低着头站在院子的大门前，身体都有些颤抖。他走了过去。娘，你站在这里做什么？小宝有消息了，快去把阿成跟阿慈叫起来。二弟弟妹，你快看，这是绑匪留下的。周彪把手里的手绢给了周成，周成一脸严肃地接过那个写了字的手绢。这上面都写了什么？这是绑匪留下的，说小宝在他手上，这上面的字是用小宝的血写的，警告我们如果想小宝平安无事就不要报官，还约我一个人单独去一个地方，不能带任何人，如果发现我没按照他说的做就会撕票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再见到小宝了。看来绑匪是冲着你来的，应该不是江家人。你说什么？不是江家人？如果小宝是被江家人绑了去的，他们会直接用小宝来威胁我们，提出他们的目的，让我们照做就行。可是这个人明显不是，他指名道姓让阿成单独赴约，说明这个人绑走小宝的目的是专门针对阿成的。你说的不错，这个人确实是冲着我来了。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了？跟你有这么大的仇怨，需要走到这一步啊？二弟，会不会是西门镇那个？应该是的。你们还有事瞒着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周彪把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，李氏听了更加紧张了。你不能自己去，带着你哥一起去，要不然我不放心。对，我跟你一起去，你再在路上留下记号，我跟着你的记号走，我们不一起走，他发现不了的。不行，他上面写的很清楚，让我一个人过去，不能拿小宝的生命冒险，不用为我担心，我有自保的能力，我也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。阿成，娘给你做饭，吃饱了才有力气。说完就去做饭了。周成吃完了饭，阿成，你一定要小心，我在家里等着你回来。你放心，我会带着小宝平安回来的。娘也在家里等你，你一定要带着小宝安全回来。大哥，你在家里看着娘跟阿慈，哪里都不要去，在家里等着我的好消息。好。周成一个人离开了，他按着绑匪提供的路线走了半个时辰，来到绑匪给他指定的地点。这是一个周围都没有村寨的半山腰，有一个用石头跟茅草搭建的人字形小房子。周成来到小房子旁，他以为人应该在屋子里，他没有继续前进。我来了，你出来吧。回应他的除了鸟儿的鸣叫声，还有微风拂过带动树叶的沙沙声。他并没有等来屋子里的人回应，他抬起脚一直来到房子门口。你不出来，那我就进去了。只见3个平方都不到的简陋房间里，只有一张长方形的石头摆在那里，除了这些，里面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周成有些好奇，这个人让他来这里却不出现，心想着到底想要做什么。不经意间就看到地上写了一行小字：继续往东走，去黑熊里，那里也有一个像这样的马架子，找到那个马架子，我就在那里等你。看完之后就把地上的字给擦掉，你的一举一动全都在我眼里，不要跟我耍心机，一旦被我发现，你就直接过来给这孩子收尸吧。周成把地上的字抹掉，然后走了出去，朝着东边的方向走去。黑熊里他知道，因为那里熊多，便因此而得名，除非是打猎的猎人，一般的山民是绝对不会去那儿的。这个人疯了，他竟然把小宝
带到那里。要是真遇到了熊，周成不敢往下想。等他赶到黑熊岭山下的时候，已经到了午时，只休息了一会儿，摘了路边几个野果吃了。也不知走了多久，他终于看到了那个趴在半山腰的马架子。他半刻都没有停留，来到马架子跟前。我来了，你出来吧。话音刚落，马架子那扇破旧的门被推开了，一个满脸络腮胡子、身材矮小但体型强壮、面部皮肤黝黑，但是看起来紧致，能看得出他是个年轻人，岁数也就在30上下。你是谁？我好像并不认识你。哼，你不认识我，我可从没有忘记过你。在西门镇的时候，一直跟踪我的人也是你吧？你说的不错，就是我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们之间有什么恩怨，让你对一个只有5岁的孩子下手？你是我的杀父仇人。孙赖子是你父亲？哼，没错，孙赖子就是我的父亲。我就这么一个亲人，你把他杀了之后，我就成了孤儿。我整天吃不饱穿不暖，还经常受人欺负，最后还被人给拐走，半路被我逃了。我在街边流浪，受尽屈辱，后面又被抓去做了壮丁，有好几次差点就死在战场上。我冒着生命危险从军队里逃了出来，只能跑进大山里苟活。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。孙赖子那是死有余辜，他3更半夜闯进我家，想对我母亲行不轨之事，我不杀他，我母亲就活不了。就连官府都说我无罪，你悲惨的命运不是我造成的，是你爹造成的。如果他心里有你这个儿子，就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。你现在来找我报仇，不觉得可笑吗？就算是我爹一时冲动犯了错误，但是你也不能把他给杀了。我告诉你，杀人就要偿命。就算有小宝，你也不是我的对手。你应该听说过，我一个人就可以制服一头成年的黑熊。你觉得你比成年的黑熊还要勇猛吗？你想过没有？如果你落到我的手里，就算我不杀你，但是我会把你送进官府。你是一个逃兵，进了官府，你觉得你还有命活吗？我知道自己不是你的对手，所以我才会对那孩子下手。你想要救那孩子的命，那就用你自己的命来换。你死了，我就把孩子送回去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杀了我，但你就永远不会知道那孩子在哪了。就这2条路，你自己选啊！空口无凭，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或许小宝根本就不在你这里。你想要我的命换孩子的命，没问题，但是你总要让我看孩子一面，让我知道孩子是安全的。你想见他也不是不行，但是我要先把你绑起来。如果你同意，我就可以让你见他。好，没问题。周成伸出双手，那男人见他同意了，眼底闪过一丝惊喜。他拿出绳子，哼，你可不要跟我耍什么花招啊！哼，你就这点胆子吗？孩子在你手里，你怕什么？我怕你冲动。说完走了过去，拿起绳子，想要把周成伸出来的双手给绑起来。周成反手抓住了他的一只胳膊，使劲往后扭转，把他的胳膊别在了身后，右腿肘击，男人一个不稳，双膝跪在了地上。周成一手控制着跪在地上的男人，一手捡起地上的绳子，快速把男人捆成了一个粽子，然后一脚踹在了他的屁股，男人直接倒在了地上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不想知道那孩子的下落了吗？哼，你应该还不知道我的手段吧？周阎王的名声，你以为是白叫的吗？你自己会说的。说完，去马架子周围转了一圈，看到房子内的地上挖了一个长方形有1米深的土坑，他直接走了出去，来到男人跟前，伸手就把他给拎了起来，像拖死猪一样走进了马架子内。你想做什么？话音刚落，他被直接扔在了土坑里。周成什么都没说，直接拿起铁铲就开始往里面铲土。这本是男人挖好来埋周成的，没想到他自己躺在了里面。你这个疯子，你小侄子还在我手上，我死了他也活不了。周成没有接他的话，继续把土往里埋。挖坑不容易，但是填坑容易。不一会儿，半坑土都被他填了进去。我说我认输，快把我拉上来，我告诉你孩子的下落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，我想好了，你快点把我弄出去，我快被压死了。周成跳下坑，把他从土里拽了出来。说吧，小宝现在人在哪里？我跟你说了，你不要把我送进官府。小宝只要没事儿，我会考虑。告诉我，小宝在哪里？他现在很安全，我还有一个同伙跟那孩子在一起的。你把我松开，我带你去找。你最好不要骗我，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。我都这样了，你再给我一个胆子，我也不敢骗你啊。周成把他身上的绳子给解了，手上的绳子又多打了2个结，捆得结结实实，背在身后。走吧，你在前面带路。周成跟着他走了10多分钟，在一个山洞前停了下来。他们就在里面。周成把洞口的树枝扒拉开，一个洞口出现在他们面前。洞口没有看到人。怎么回事？人呢？哎呀，他们肯定在里面。说着走了进去。我回来了，出来吧。里面的人听到声音，从里面走出来了。人还没到，声音先传了出来。这么快，成功了吗？当他的身影出现时，周成已经在等着他了。那人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被周成揪着衣领拽了出来。周成看到手里的人，江明辉。江明辉也愣住了，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周成。你没死，妹夫，你误会了，都是他让我做的。周成没想到江明辉竟然跟这个人勾结在一起，一把把他摔在地上。小宝呢？
他在里面睡着了。他把江明辉拎了起来，用绳子把江明辉也给绑了起来。你带我进去。江明辉走在前面，周成走在后面，回头看了眼那个男人。你也跟上，别想着逃跑。男人是有这个心思，想着他们进去了，自己找机会逃跑。没想到周成的警惕心这么强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听话的跟了进去。进去走了3、4米的距离，就看到小宝吓得倚在墙角，双手跟双脚都被用绳子捆着，惊恐的看着洞口走进来的人。周成心疼的心都要碎了，对着江明辉的脸就是一拳，把他打倒在地。回头我会跟你算账的。不是我绑的，是他绑起来的。外面太危险了，我怕他跑出去，所以才给他绑着的。周成现在没时间跟他们掰扯这个，他叫了一声小宝。小宝看到最疼他的二叔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小宝不要怕，没事了，二叔带你回家。小宝紧紧地搂着周成的脖子。二叔，我要回家。周成抱着小宝走出了山洞，江明辉跟男人也从山洞里跟了出来。周成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小宝身上的伤，一边检查一边问道：你们伤着他哪里了？我们就是给他绑了，没有伤害他，不信你自己问。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他们打了我屁股。是他哭的声音太大了，我吓唬他的，所以才打了他屁股。那这手绢上是谁的血？那是我的血，我的腿受伤了。幸亏不是小宝的血，要不然我把你们绑在树上喂狼。走，跟我回去。妹夫，你要带我们去哪里？别攀亲戚，我跟你没有关系，跟我回周家村。妹夫，我知道错了，我都是被他蛊惑的，你就给我一个机会吧，我今后一定老老实实做人的，我要跟你回周家村，阿慈一定会把我送官府的。不回去也行，那就把你绑在这山里喂狼。在天黑之前，他们回到了周家村，引来了周家村所有村民的围观。周彪愤怒至极，上前就把2个人给踹倒了，对着他们就是拳打脚踢。村民们也都看得热血沸腾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对一个只有5岁的孩子动手，也是他们不能容忍的，都没人问原因。气愤的村民也都上前连踢带踹。江明辉跟孙吉2个人被打的是哭爹喊娘，哀嚎不断。李氏抱着小宝：祖母，小宝没事了，不要再哭了。祖母没哭，祖母是高兴小宝平安无事的回来了。别把人打死了，给他们留口气。众人这才放开已经被打得满脸是血的2人。2人此时的脑袋已经肿得跟猪头一样，没有了人的模样。2个人蜷缩在地上，惊恐的浑身发抖。他们被弄回到家里，被绑在院子中间的那槐树上。堂妹，我知道错了，你给我一个机会吧，不要让妹夫把我绑在这里。姜慈甩手就给了他一个巴掌。闭嘴！今日没把你弄死，就是我对你最大的仁慈。再让我听到你的声音，我给你的嘴里灌大粪。周成跟周彪2兄弟押着江明辉跟孙吉2个人去官府。江明辉跟孙吉2人本来被打成了猪头，又被蚊虫叮咬了一夜，整个人没了人形。到了西门镇，引来了后面很多人看热闹。有人好奇询问是怎么回事，周成也没有瞒着他们，一个是官府正在缉拿的逃犯，一个是逃兵，2个人合伙绑架孩子被抓，送去官府的事儿。这件事儿很快就在西门镇传开了。正在卖豆腐的张秋云也从顾客口中听到了这个消息，正想着母亲跟大哥张成文也回来了。这是你宅子的房契，现在属于你了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娘。你这次表现得不错，给你妹找了这么好的宅子，有做大哥的样子。秋云谢你是应该的。哎呀，她是我亲妹子，这做大哥的不是应该的吗？大哥你真好啊！对了，今日街上发生的事你们听说没有？我们拿了房契就直接回来了，这街上又发生什么事了？听说官府缉拿的案犯被抓到了，被人送到官府去了。官府缉拿的案犯，那不是江明辉吗？他被抓了？我也不确定，是我自己猜想的。官府下发的通缉令不就只有江明辉吗？应该就是他。陈文，你去官府那边打听一下，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了。好，我这就过去看看。对了，这件事儿暂时不要跟明慧说。我知道，你快去吧。张成文走了之后，听你哥的，这件事儿暂时不要跟江明慧说。娘，我知道，你忙了一个上午了，回去歇会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哥，你怎么去了这么久？那人是不是江明辉？就是江明辉，他被判了10年的劳役。啊，判了这么多年啊！他本来就因为盗窃逃跑，现在又绑架儿童。根据新颁布的法律，绑架儿童被视为拐卖罪，是要判绞刑的。他不是主犯，所以判了10年的劳役。跟他一起的那个主犯还是个逃兵，绑架儿童也是他策划的，所以他被判了绞刑。10年劳役，江明辉这辈子算是毁了。要是让江明慧知道了，不知道会怎么样呢？这件事儿暂时不要跟他说，我怕他太激动。郎中说了，他不能太激动，剧烈的情绪波动会影响到肚子里的孩子。我不会说的。我回去跟娘说一声。姜慈下午制冰，山里的夜晚温度低，再放上1晚，第2天早上冰块就会结得很结实。今日拉了1车的冰块，姜慈打算亲自去一趟，看着冰块的售卖情况，另外再把婆母给他清单上剩下的东西都给买了，事情也就了了。来到西门镇，周成一边赶着牛车，姜慈一边吆喝。听到大夏天的有人卖冰，这么稀奇的事儿，很快就吸引了很多看热闹的人。可以给我看看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姜慈掀开了背棉被，这些冰都是用山泉水做的，可以直接使用的。你这些冰我都要了。我这车有不少呢，您确定都要吗？都要，地方有点远，你直接跟我走吧。您不问问价格吗？价格不是问题，
能问一下，您买这么多兵是做什么的吗？你们放心，我不是坏人。这些兵要送去义庄的。义庄是一种专门用于停放无人认领或者贫苦人家尸体的场所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给您送过去。出了繁华的西门镇，走了差不多2里地，这里四周都没有住户，孤零零的一座院落，给人感觉庄严肃穆。大门上方的黑色牌匾上写着义庄2字。姜慈虽然不信鬼神，但是知道停放的都是一些尸体，就浑身不自在，他不敢进去，就在外面等着。周成跟那个中年男人一起进去，过了一会儿，周成赶着牛车出来了，姜慈坐上了牛车。你收了多少钱？来的时候你说这车兵能卖2两银子吗？我就要了2两。道长说让我们2天送一次，每次都送这么多。太好了，咱们的冰块不愁卖了，1天2两银子，1个月送15天，就是30两，2个月咱们就能赚60两银子呢，咱们发财了。走，咱们去买东西。把婆母清单上列举的东西都买完了，2个人赶着牛车回去。经过官府的时候，听到周成喊他：阿慈，那2人好像是江明辉的父母。姜慈看过去，还真是姜老大跟许氏。姜老大从里面走了出来，2个人愁容满面，不是好像就是他们。姜明辉可是他们的宝贝儿子，姜家唯一的独苗，现在却要服10年的苦役，能不难受吗？自作孽不可活，怨不得别人。咱们走吧。怎么样啊？里面怎么说呀？还能怎么说？要见人要10两银子，要免了10年苦役，准备300两纹银。什么？300两？哎，你别激动。哎呀，我的儿呀，你让爹娘怎么救你呀？去找明慧，她婆家有钱，现在能救明辉的只有她了。哎，你就别指望她了。上次我开口问她借50两，都借不出来。300两纹银，这可是天文数字，他们更不会借的。他们不借，我让明慧想办法，他不会眼睁睁看着明慧去服10年牢役的。姜老大知道自己劝不住他，也只能跟着他去了江明慧的婆家。张秋云在卖豆腐，就看到了江明慧的父母。你是秋云吧？嗨，我是明慧的母亲，我过来看看她。叔婶儿，你们来了，嫂子在家，我带你们进去。张秋云把他们带进了院子，直接把他们带去了江明慧的房间。江明慧这2天心情很好，想吃葡萄跟桃子，张晨文就给他买了桃子跟葡萄。天气炎热，他坐在竹子边的躺椅上，悠闲自得地吃着葡萄。看到母亲出现在面前，他直接坐了起来。哎，娘，您来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您眼睛怎么肿了？明慧呀，娘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你要是不帮娘了，娘也活不下去了呀。娘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难道是明辉出事了？明辉出大事了，他受人蛊惑，跟人一起把姜慈家大伯哥的儿子给绑了。那人想要杀了姜慈的相公，没想到反被他给抓住了，还被送进了官府，被判了10年苦役。另一个人被判了绞刑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娘，你去官府见到明辉了？没有，官府不让见，想见一面呢，还要10两银子。娘没钱去见他，你爹打听了，说只要出300两银子就能免除10年苦役。娘这次来找你是想让你想想办法救救你弟弟。娘，这件事交给我，我来想办法。闺女呀，娘就知道你不是那没良心的人，可是这300两不是一笔小钱，你公婆愿意帮忙吗？娘，我会想办法的，您不用为钱的事费心，我一定会把明辉救出来的。娘，吃个桃子去去火。娘不吃，留着你自己吃。明慧啊，娘想跟你借10两银子，我想去看看你弟弟，我已经好久没看到他了。娘，您去看了也做不了什么，白白浪费了10两银子。你们回家去等消息，用不了几天啊，明辉就能回家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张秋云跑去母亲的房间。娘，江明慧的父母找来了。人呢？他们去江明慧房间了。什么？你怎么不带我这里来？江明慧还不知道他弟的事儿，不行，我得过去看看。娘，江明慧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，你现在过去也晚了。江明慧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了。